你们开了多久了？开了40多年了。我床起来了。这家早茶店在大石，除了靠着江边的小区大石基本都是城中村。咱们吃完早茶呢，顺便也要探索一下西边这4个村子。这里是最原始的大石。提前剧透一下，这趟呢没算白逛，我发现了一段很美很有意思的路，而且地图软件都没有准确标记这条路。嗨，老板，还有位置吗？有啊有啊。一个人。你坐2楼还是1楼啊？都可以都可以。都可以啊。2个。一个人。1个。直接在这里选就行了啊。对。哦。一样来一个吧，一共3种是吧？这个瘦肉烧麦。瘦肉烧麦。这个紫菜卷。紫菜卷，这个没见过。这个牛肉烧麦。牛肉烧麦。排骨要吗？来一个啊，这样应该刚刚好。哦，这边还有。这个凤爪。那来一个凤爪吧。宽筋烧麦要吗？先不用了，我怕吃不了。萝卜牛腩。萝卜牛腩。哇，好多。好呀，对呀。那要不再来个萝卜牛腩吧？好。中午不用吃饭了。对。你们开了多久了？开了40多年了。40多年啊？对。帮你提上去啊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好，那我先上去了。上去了。拜拜。早茶配酒，越喝越有。吧台上全都是老熟客的私藏。你看，像东连村的老亨利，他的这个酒浆双蒸1瓶10几块。山西村的伊丽莎白喜欢张裕3星金奖白兰地，28一瓶。虽然都不贵但是在大有酒家都享受到了最细心的呵护。大有酒家能经营这么久，少不了街坊邻居的帮衬。凌晨4点钟开始营业现在早上8点多了，依然有很多客人，我得和别人拼桌。逛了一圈，发现除了讲粤语的长者，也有一些年轻人来这儿吃早茶，想必他们和我一样，也对城中村的14感兴趣。大有酒家的点心特别真诚，一碟只要7、8块，瓷实顶饱，都是以猪肉、牛肉食材为主，像虾饺、红米肠、蒸肚这种做起来比较麻烦的点心就没有了。味道方面呢，它不拔尖儿，也不难吃。如果想体验生活气息，可以来试试。城中村饭馆的烟火气，它给人的愉悦体验超乎食物本身。如果是游客呢，那我更推荐城里边的白天鹅和银灯。这顿6盘点心花了44，有点撑了。正常情况点3、4碟就可以，人均在30块左右。那吃饱喝足，咱们就开始逛村子。我去一个城中村之前呢，会提前标记自己感兴趣的地点，规划大概的路线。但是今天走下来实际路线是这样的。最后为什么多走那么一大截路呢？这完全是一场意外。逛城中村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是无处不在。比如现在这条路在地图上看，你以为它是主干道，实际上只能并排走2个人。咱们从这儿钻进来的，逛一逛小巷子，再从这个地方钻出去。这条小巷子我总感觉有点像北京的胡同串子，灰墙矮房，可能北京胡同没这么窄吧。那这里就有点正宗城中村的味道了。我小时候就幻想过能住在这种地方，这样我就从自己家里边的阳台能直接跑到小伙伴的家里边去。广州有很多走鬼档一到晚上才出摊，其中有些人估计就住在城中村里边。你看这一片就是他们的停车场。
城中村里的生活气息很浓，这是拍视频没办法记录下来的趣味。我现在就是能闻到各种各样的味道，有烧菜的味儿，也有烧香的味儿。基本上家家户户在门口都有神龛，贡品有柑橘、桂圆、甘蔗，应该是供奉的土地神。我看有刻字，门口土地财神，可能是土地神和财神绑定到一块儿了。城中村的外表看起来破破烂烂，但是隐藏了很多漂亮的小房子，这也是我探索城中村的乐趣之一。甭管房子是新盖的，还是年代久远的小破屋，对于当地人来说，都是属于他们的城堡。你看，这后边还有一片很大的花园，房主人估计花了很大功夫来做设计。山西村的居住环境还是挺好的，即使在这种很窄的巷子里面，脑袋顶上就是有鸟叫声。巷子很安静，时不时也能听到村里面的人用粤语谈话。在这里逛啊，就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。海州天河那边核心区域的城中村，反而有一种催着人上班的感觉。应该是出去了。解释一下，我计划是穿过村子到大石小学附近，前面这个路是去另外一个地方，所以折返。记住这个岔路口啊，我选择走右边，除了一棵被砍断的大树，还有连续走进几条死胡同，没什么别的发现，最终还是回到这个路口。如果不想跟着我一起迷路啊，可以快进一下。咱们应该朝那边的方向走啊，但是老是走不通，所以我就只能继续搁别处绕。然后发现又是堵死的。刚才其他房子也是用了这种绿色的马赛克砖，城中村里面同一个年代盖出来的房子都会相互借鉴，可能那个年代这种砖便宜也比较好看，所以就都用这种。那又一个这种砖的。我认识一个叫才哥的人，他呢是一位城中村专家，他有一个绝活，能根据砖墙判断建筑年代，从而推断出来里面装修怎么样，房租价格是什么。不过具体怎么判断呢？他跟我讲过，没记住。这棵树应该是长歪了，所以被砍掉一半。方向不对，往这边走。村子里面很干净，除了住这儿的人比较自觉，依赖环卫工人来打扫，可能平时他们就住在这个村子里面，也维护这儿的卫生。不少美团小哥也住这儿。现在是又返回这个路口了，这条路其实方向是不太对，只能往这边走。那如果在城中村里面迷路了怎么办呢？我这里教给大家一个高招，
叫做电驴法则。你看哪条巷子里面有很多电动车在那穿梭，那你就在那条巷子顺着走，你就能走出去。城中村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建筑，那这一栋就是给自己盖了个天井。现在这条路在地图上显示是一条主干道，这就验证了咱们的电驴法则是准确的。这都碰着2辆电动车了，那肯定是主干道了。这座城堡也了不得啊，层高啊，1楼的层高感觉有4米。这种房子按我的经验是主人和租客都住在一起，但是它旁边有个侧门吧，这样就相互之间就不用打扰了，各玩各的啊。你看还挺大的，有2房1厅，但是你得转悠进来才知道有这房子，不然挂在网上你可能都不知道在哪。这好像是别人家的院子，有个狗子看门，咱们就不进去了。城中村里的狗子都不凶啊，但是如果去郊区的村子里面，那里的狗子就比较危险了。看家护院，上班很认真。我有一次和3个朋友去一个叫做什么天坑的景点玩，就被一群狗子给驱离了，非常危险。咱们现在是把山西村逛完了，现在是在这个位置，离规划的目的地也不算远，算是达成了目标。说一下我的感受啊，山西村很安静，很多村民仍然住在这里。它房子虽然很密集，这点和其他的城中村也没什么区别，但是它屋子都不高，小巷子里边也能照到阳光。我感觉比海珠区、天河区很多城中村都更宜居。现在咱们去这边去看看城中村里面的工业园是什么样的，说不定也有高新企业AI 产业已经在咱们山西村落地了。这里是大石小学，提前剧透一下，下一趴咱们到了东连村，能看到关于这所小学的故事。学校旁边有一棵异木棉，异木棉和木棉是比较像的，都是树上开花，但是它树干上不长钉子。咱们现在到了工业园了，它在东连村的东南角，长宽大概有200多米左右吧。根据这些工厂的招牌，应该是以服装工业为主。我猜测，比较依赖机械设备的工序，可能是在这种比较正式的工业园里面完成。其他城中村也见过服装作坊，但主要是剪裁为主，比较依赖人工，没见过这么庞大的设备，不像这儿，但是很多厂房还冒蒸汽，如果是下雨的话，有种歌坛的味道。咱们现在回到大石小学现在是小学生每天放学能看到的景象。村子里的房子跟乐高积木一样，炸鸡脚和零食店向咱们招手，家长就拦着不让咱们买。
大石天主堂是2009年建成的，网络上没找到关于它的更多资料。今天也不对外开放，所以就没办法进去参观了。我还以为这个是个驾校，这个是咖啡。这家咖啡店的装修是比较有意思的，原本准备中午搁这休息一下，就没成想啊，等我转悠回来，人家都已经收档关门了，搞得中午没地方去。城中村是闻名的地质层，挨在一块儿的2栋房子，年代上可能差了几百年。你看这栋房子就在大石的派出所旁边，它就是一块化石，估计是清代的房子。从外立面的装饰来看，很讲究，不知道为什么就给荒废了。咱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知道关于它的故事。这条街一直往前走，就和一条通往海珠区和天文河区的主干道连通了，路口还有大石牌坊。咱们现在先去旁边的东联村逛一逛。外边不远就是刚才那条很热闹的主干道，不过巷子里面还是很安静的啊。好啊，几点了？你给我说这。这里又有一栋没人住的老房子，雕刻的很精美啊，应该也是西关大屋的配置。东联村有很多没人住的老房子，形成了这种天井，这阳光特别好。街店以前只是做充电宝的，原来把这个生意也做了。刚洗过的衣服的味道，很有生活气息。冬草。啊，我说可以参观吗？哦，啊，谢谢谢谢。阿叔，这里是个祠堂啊。这里是东联村何氏宗族的祠堂，这个祠堂同时也是图书馆，灯草文化协会所在地。这灯草是什么东西？那灯生草。哦，就是这个是吧？对，这个是代表邓城文化。哦。我后来查了一下，灯草也叫灯芯草，在清代被用来做灯芯，算是大石的特产之一。现在算是一种中药吧。重修碑记简单记载了宗族的历史，旁边还有2012年重修祠堂时候捐助者的名录。早上咱们去吃早茶那家店大有酒家，也在名录里边。祠堂还有一个名人长廊，向大家介绍宗族里边受人尊敬的楷模。还记得刚才路过的那个小学吗？它的前身叫西山小学，就是东联村筹建的。有几位校长都是村里面自己人任职。学校名字的题字人就是名人长廊里面提到的何绍甲，他是一位大学教授，也是一位书法家，写字漂亮。拜拜。东联村和山西村挺像的，都很安静，有很多矮房子，小巷子里边也能照到阳光。要说区别，我感觉东联村比山西村好走一些。山西村的主干道以东西向为主，很多南北向的路都走不通。东联村就四通八达，只要大概方向不搞错，那想迷路是很困难的。这里咱们就不细逛，现在去农贸市场和牌坊那里看一看。
城中村的菜市场啥玩意儿都有，而且有贵。如果让你自己做饭，用的话很省钱。麻油怎么卖啊？38哦。麻油38一斤，属于正常价格。刚才看到的那些都是菜市场的常见鱼，全都自己买回去做过，而且已经掌握了潮汕菜的做法。如果你要是不会做饭呢，也没关系。你看这菜市场隔壁就是一条石街，有很多烧腊店。你要帮我穿下吗？4条肥仔。4条肥仔。对。开了多少年了？哦，4条最多，哪个市场都有我的。哦，这个是好多地方都有店是吧？对啦，2号来了吧？4条最多。1盒10元。对，下午。哦。全部清货。好。每天能卖多少只鹅啊？100、200了。100、200一个店呢？不是，全部。哦，全部哦。一个店10来个。我就说。4条还有30来单。30来家，哇，不简单。不打扰，先走了，拜拜。再往前走一段就是村口的牌坊了。根据祠堂资料，大石牌坊是东连村何氏宗族主持修建的。这里面呢，一共有4条城中村，但它只有1个牌坊，而且也没有哪条村子叫做大石。其实呢，大石的4条村多次改名，而在清代的时候，大石也不是村子，而是一个铺。清代的铺呢是一种行政单元，一个铺底下可能有好几条村子。一个村子如果被纳入了铺，那么朝廷对村子的控制应该会更强一些，会协同村子维护治安，也对税收更关注。这些铺的设置呢，有一些是和拓殖活动有关的。东连村据说是在宋代就已经建村了，而北连和大兴是在比较晚近的18世纪才建村。而大石的3大特产灯芯草、茨菇、马蹄，它们的生长环境都是比较多水的沼泽地、泥巴地。大石铺的设立可能就和当时的拓殖活动有关，这是我自己的猜测啊，不算事实。准备去教堂旁边那个咖啡店休息一下，结果人家不是收档了吗？所以咱们就临时改计划，去关帝冈看一看。哎呀，叔，这里可以去关帝冈吗？可以。这里可以上去啊？可以，不过稍微难走一点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可以上去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哇，这么多人！关帝冈估计是村民的后花园，有很多人吹水、下棋、打牌。如果有社交恐惧症呢，那也没关系，可以找一个没人打扰的地方，学习一门独特的乐器，或者一个人锻炼身体。这公园特别棒，我觉得和5A 级景区的区别呢，就是它没那么多人，而且逛起来也没那么累。隐约能看到洛溪大桥，小蛮腰就看不到了。天气好的时候估计可以。关帝庙，有人在上香，咱们就不往跟前去了，
远处看一看就行。对面是一片住宅小区啊，可以享受到和大石村相同的江景体验，就住在里面应该很幸福。意外发现了这条小河啊，它在地图上并没有标记，一开始我还以为走错了。这个楼是不是很有意思？长条形的，很像一个 PS4。逛城中村呢，永远都对下一个拐角充满期待。有可能是死胡同，也有可能是另一条路。走到这儿啊，我才确信，这条小河就是大兴村和北连村的分界。河对面呢是北连村，这边是大兴村。大兴村的房子好像都是长条形的，成龙啊，如果在这条小巷子里边，肯定能产生很多创意。中间这地方就是大兴村比较宽阔的路段，不过只有在靠近朝阳西路的部分才会出现很多商店。咱们呢还是回去沿着小河继续逛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层，特别喜欢这儿的小房子啊，像是用颜色和形状都不一样的乐高积木给拼起来的。单拎出来呢，有的房子可能看起来挺怪的，给它搁一块儿，看起来又特别和谐。这个楼也有意思，估计是分2个阶段盖，先盖了3层，攒钱，后来钱够了又盖3层。旁边还有一个朋克城堡。差点以为这里被挡住了，过不去。
城中村有些水边的路，它是中间会给挡住的，那我就得被迫掉头了。水里边老有响声了，估计有鱼。走到这里啊，对面已经是闹市区了。按照我的经验，很快就能看到一座桥能过到对面，这样我就买一瓶1.5升的水，立马给它喝光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前面有桥可以过去吗？对啊，过到对面的桥有没有？那边。我说怎么去到那边过这个河？这边啊？啊，没有，掉，不能。远不远？远了，远啊！到。好 ，OK， 我慢慢走，谢谢啊。刚才我基本没听懂啊，不过看他手势，应该是得继续往前走。你只能继续往前走了，现在是连大兴村都进不去啊。很神奇啊，对面是北联村的熙熙攘攘，这边呢全是住宅，而且你还过不去。继续到河对面的北联村前逛一下，现在有点走不动了。一般不会公布价格，得打电话现场询价。北联村这条小街啊，非常有商业底蕴。采耳只能算常规按摩，人家还能点穴。只要认真耕耘，桶装水也能做出来20年老字号。炉灶直接摆在街边，不用预制菜是北联料理的底线。外卖装进饭盒之前，都经历过猛火生焗。这一片还有中古街，用心挑选就能找到尖货古品。有家具中古店，那就有租房生意。精装房、落地窗，城里人的梦想在村里实现。从这条停满电动车的路拐出来是一个小学，这时候正好赶上放学，这条路啊在小学生放学的时候会封闭。城中村是城市的褶皱，可以包容和接纳人们最实际的需求。很多人把城中村看作贫民窟和握手楼的聚集地，但它也有浪漫的一面。城中村的繁荣、衰落、城市更新，都是很正常的变迁。本频道将整理广东村落的有趣故事，着重以城中村的故事为主。欢迎订阅，你的订阅、点赞、评论都将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